各位牧者平安。那今天我要来跟你们分享一句话，是有关于属灵父亲和属灵伙伴的事。这是我过去10年来一直思想，而且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的一句很简单的话，那就是属灵的父亲带来成全，属灵的朋友互相承担。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属灵父亲跟儿子这样的关系。我想摩西之于约书亚，保罗之于提摩太，应该是旧约跟新约里面非常非常明显的事。也就是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人作为我们属灵的父亲。我相信约书亚可以有后来征服迦南这样子的一个实力或者生命，摩西应该是功劳最大的。提摩太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性格上比较怯懦的人，但是他能够在以弗所教会把以弗所教会带起来，应该可以归功于保罗的带领。我相信在教会历史当中，这样子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提到属灵的朋友互相承担这件事情，圣经里面其实也很多，教会历史就更多了。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呢，而且因为他故事写得蛮长的，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大卫跟约拿单。很多的时候，约拿单甚至愿意为了大卫而放弃和他父亲的关系。因此在这几年的服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属灵父亲跟属灵朋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属灵父亲带来什么呢？属灵父亲带来成全。什么叫成全？成全是一个比较丰满而含义很深的一个词。如果用白话就是让他，给他机会。我自己因为现在成为许多主任牧师、堂会牧者的 mentor 导师，我自己要求我自己是一个属灵的父亲，我就更能够理解这个属灵父亲的心情。你知道，当我们在带领别人的时候他当然理论上在生命上面就没有我们这么厚实，否则你不能带他，他也不肯跟你。在我所带的同工当中，有的甚至比我年长，有的也服事跟我时间不相上下。可是因为每一个人托付不同，上帝给每个人的带领不同，我也成为他们属灵的父亲。他们有的人开玩笑都直接叫我爸爸，我说别人听了都觉得有问题，你年纪看起来比我还老，怎么会这样呢？可是这个属灵的父亲，你一旦心里面有这种承担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让的感觉。这个让不是因为你做错了我让你，不是，而是现在你还听不懂，我暂时不讲。我想起圣经那个父亲有一个大儿子跟小儿子，小儿子要出去的时候呢，父亲竟然答应让他出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父亲，他可以不要给他，可是你禁止他，他又能有什么成长呢？他如果没有经验，他又怎么样能够有成长呢？因此这个属灵的父亲在他的儿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让他，就给他机会，就让他成长，就让他受苦甚至。所以属灵父亲的成全是非常重要的。这几年我必须忍住我的性格，忍住我的想要教他的那一种热情，有的时候就要压住，因为不是每一句对的话，在任何情况
都可以讲的。对的话要在对的时间讲才有用。除了属灵父亲的成全之外，还有属灵朋友的相互承担。相互承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找到属灵的父亲，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让别人来带领我们。可是一个牧者最少要有属灵的朋友。我现在在带领很多的牧者，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担心的，或者之所以让我支持我一直往这边走的，就是大部分的主任牧师或者是堂会牧者是没有朋友的，没有属灵的朋友。什么叫做朋友呢？就是有来有往，我的有的我可以分给你，如果你有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分给我。属灵的朋友互相承担，指的不只是物质，更多的时候是精神的层次，是彼此接纳的那样的状态，甚至是心灵的互相的安慰。工作恩赐这些都还其次，是我们能不能够接纳对方，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伙伴，属灵生命的朋友。而当我有错的时候，你愿意帮我吗？你愿意指出来吗？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愿意给我吗？我盼望今天分享的这一个对你会有帮助。如果可能，请你找到一个属灵的父亲；如果有可能，希望你成为别人属灵的父亲，但最少我们能够互相成为属灵的朋友。